Obsidian 1.4 版提供的視覺化淹沒欄位 Properties 的輸入界面，大幅的簡化了筆記的 metadata， 也就是詮釋資料，或者是稱作後設資料，或是元數據。這一種 metadata 的輸入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對於新加入 Obsidian 的朋友，應該可以更加容易來維護淹沒區的這一些有關於筆記的特性。但是我們仍然會有一些筆記是在 Obsidian 提供了 Properties 的功能之前撰寫的，這一些沒有淹沒區的筆記要怎麼快速的來輸入呢？在今天的影片裡面介紹了5個非常方便來維護 Properties 的外掛，包含了 Linter、TagMany、FileCooker、TagWrangler 以及方便自己撰寫腳本方法的 Template Hotkeys 這5個外掛。希望透過這5個外掛，新入門 Obsidian 的朋友們能夠更方便的來使用 Properties 這一個功能。那以下我們就逐個的來看一下這5個外掛所提供的功能，以及要如何的靈活去使用它們。第一個要介紹的這個 Linter， 它事實上是能夠來協助我們維護筆記內容格式正確性的外掛。其中它的 Insert YAML Attribute 功能可以很方便的把筆記的預設的這些 properties 能夠一次的就產生出來。首先要在它的設定裡面，在這個 Insert YAML Attribute 的設定裡面，在這一個 Text to Insert 這裡把需要的預設的 properties 都給輸入好，然後是一個 properties 一行，用 key 冒號的這樣的方法。如果後面有值的話，就把這個欄位的值給直接寫在後面。比如說我預設筆記的類型，最常用的類型是專案筆記，因此我就加上了 types 冒號空一格專案筆記。請各位記得哦，這個冒號後面哦，最好都要再增加一個空格，讓它可以很明確的辨識出這個就是一個欄位。只要我們做了這樣子的設定，在儲存或者是對筆記做變動的時候，就會預設把這一些欄位給一次就產生出來，這樣子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沒有淹沒區的筆記快速的添加上你自己預設的這一些 properties 了。以下我們就來做一個範例。現在在 Obsidian 裡面，我們按下 Ctrl+N 來建立一個新的筆記，隨便輸入一些內容以後，按下 Ctrl+S 來做存檔的動作。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Linter 會自動的把我們剛剛設定好的這些 properties 就全部給新增進來了。然後接着你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再去做一些變動。比如說我要把這個標籤叫做 Test， 這樣子我們就新增了一個新的標籤了。這個呢就是直接透過 Linter 快速的完成的。來看一下 Linter 它的一些選項，進入設定以後找到 Linter， 進入 Linter 的選項設定裡面，在這個地方我是把觸發 Linter 的動作呢是按下 Ctrl+S 的時候才觸發起來，我不需要它變動的時候隨時的檢查，因此我把這個 Linter Unsafe 把它勾選起來。我建議大家把它勾選起來，只是你記得你想要觸發 Linter 的时候必須按下 Ctrl+S 這個動作。在淹沒區這邊可以看到剛剛輸入的預設的這些屬性，就是在這個 Insert YAML Attributes 段落裡面，只要在這個裡面輸入好你想要一次就出現的這些 properties， 只要輸入在這邊就可以了。另外 Linter 也提供了建檔日期以及修改日期時間的一個設定，就是在 YAML timestamp 這個段落裡面，要先輸入好你的建檔日期，你使用的欄名啊，比如說我的欄名叫做 created 的，我建議大家把 retention 這個選項給勾選起來，因為我們第一次在產生 created 的這個欄位的時候，它會自動去取你這個筆記的作業系統的建檔時間，然後會把建檔時間呢自動填入 created 的欄位裡面。那當你如果第二次又再來修改這個筆記 retention 這個勾選沒有勾選起來的時候，它又會再把建檔日期呢重新取了一次，再儲存把 created 的欄位的內容覆蓋掉。這個通常會發生問題，會在於當我們在一台新的電腦重新使用雲端硬碟把儲存庫的內容更新下來的時候，你的筆記的建檔日期不會是原來在另外一台電腦的實際的建檔日期，而會變成是雲端硬碟下載下來的時間。如果你沒有勾選這個 retention 的話， created 的日期就會變成是雲端硬碟下載的時間。這個 modified key 就是輸入修改的時間，然後後面就是指定好它的格式，不管是建檔日期或是修改時間，它都會按照你指定的 format。那請大家記得加上雙引號，這個就是在完全沒有淹沒區的筆記裡面，自動按下 Ctrl+S 以後就自動產生出需要的 properties 的方法。如果有某一個筆記想要停用 Linter 的功能的話，那請大家記得就是在你的淹沒區加上 disable the rules 冒
號，然後用 list 的方法加上 all 設定，就可以讓這個筆記不讓 linter 處理。通常有可能是我們的模板檔，我不希望透過 linter 來做處理，就是在它的這個 linter 的淹沒區記得加上這一行。在以前的筆記裡面，有可能會把某一些的標籤寫在內文裡面。linter 也提供了一個我們可以把內文的筆記它的標籤把它移動到淹沒區的一個設定。linter 是可以把這個筆記的標籤自動移動到整個淹沒區裡面的，因為寫在內文區裡面，如果它是獨立一行用井號開頭的標籤，它會被視作是筆記標籤。想要把它統一全部移動到淹沒區的話，就可以把 linter 的這一個設定給開啟起來。只要到 linter 的設定裡面找到 move text to YAML， 然後把 move 的勾選起來，這樣子寫在本文區裡面的獨立一行以井號開頭的標籤就會被自動的複製到淹沒區了。然後複製完以後，原來留在本文區裡面的標籤要做什麼處理，就可以在 body tag operation 這邊來做操作。它有3種操作，第一種是不做任何處理，第二種方法就是把標籤的井號給拿掉，第三個就是把整個標籤包含井號整個都移除，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設定。而這些設定以後，寫在本文區裡面的標籤就可以自動移動到淹沒區裡面去了。第三個我們常用的 properties 的操作是使用 tag many 來達成的。tag many 顧名思義就是一次可以增加很多個標籤，它的操作對象是某一個資料夾。比如說這一個資料夾，假設你要全部下面裡面的所有的筆記都希望同步新增某一個標籤，你就可以在資料夾的右鍵功能表裡面找到 tag all notes in this folder， 它會把這整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筆記全部打上需要的標籤。比如說我們在這個地方要增加 test 這個標籤，是不是要含子目錄？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的子目錄也通通要一起操作的話，就記得把這個勾選給開啟起來。接着再點擊這個 add text 之後，它就會把資料夾裡面的所有標籤全部加上了需要的這一些標籤，就會在淹沒區增加指定的標籤。這個是 tag many 所提供的功能。但是在這個地方要請大家特別注意的，如果筆記裡面已經寫了 text 欄位了， text 的值是字串的話，它可能會造成錯誤，它會把你的字串的每一個字母都當作是獨立的標籤來產生成清單的格式。因為最後 tag many 會產生出來的是這種清單的格式，所以大家要確認資料夾裡面的 text 不是用字串的形式來寫的。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格式的話，它會造成錯誤，它會把 T 還有 A 還有 G 全部當作是標籤，然後變成是减號 T 減號 A 減號 G， 反而會造成一些困擾。所以請記得它一定是陣列的格式或者是清單的格式，這個時候你再去針對你的資料夾做 tag many 的操作，才不會出現問題。接着介紹的是 File Cooker， 它就是讓我們可以透過系統剪貼簿搜尋的結果，或者是 Data View 的區塊等等，來查詢出符合的結果。針對結果裡面出現的這些檔案來做指定的操作，比如說要刪除、要搬移、要複製等等，可以讓我們整批產生屬性的方法，就是這個 Edit Properties in Clipboard Files。只要是在剪貼簿裡面的檔名，透過它就可以直接來新增、刪除或者是編輯裡面的 properties。它的操作的方法順序是這樣子：把要操作的檔名複製到系統剪貼簿，按下 Ctrl+P， 找到 Cooker 以後，來執行 Edit Properties 這個命令，然後在彈出的視窗裡面輸入要操作的值，對 properties 做變動。我們實際來做一下測試。現在把這兩個檔案給選取起來，按下 Ctrl+C， 把它複製到系統剪貼簿，接着再按下 Ctrl+P， 然後再找 Cooker， 找到 Edit Properties， 在這個地方 Edit Properties， 然後點擊它，它就會彈出一個視窗，可以看到它把我們剛剛在系統剪貼簿裡面的這兩個檔案都給列出來了，表示我要操作的對象就是這兩個筆記檔。然後在這邊就可以來指定 Properties 的內容啊，比如說現在這一邊我要輸入 Demo，
這個是欄位，它的值是1、2、3、4、5，這個勾選就直接把它給勾選起來，接着再點擊 Confirm 確認要執行。已經執行完了，這個時候再按下 Ctrl O， 打開 Test 這一個筆記，來看一下 Demo 1、2、3、4、5，就是剛剛添加進來的標籤。所以透過 Cooker 的整批操作的功能，就可以預先把需要整批處理的檔案全部都寫下來，再複製到剪貼簿，接着就可以透過它來做整批的操作了。那這個也是一個很方便的增加 properties 或是減少 properties 的一個功能。有不需要的 property 要移除的話，就是在这一個值的左邊加上減號就可以了。比如說我的 text 裡面，我希望添加 text 1跟 text 2，但是如果有 text 3的話，要移除，只要在 text 3的左邊加上減號。這是透過 File Cooker 可以很方便的做到整批的操作的功能。最後介紹了 Tag Wrangler， 就是在系統提供的標籤窗格裡面，可以針對某一個標籤直接按右鍵，然後在這個右鍵這邊就可以對它做改名或者是查詢等等這些操作。通常會用在當你有個標籤的名稱需要變動了，就可以透過它來做操作。最後，我們介紹 Template Hotkeys， 透過 Template 的腳本，可以很快的添加每一個筆記都會需要的某一些 property。比如說，在下面的這一個腳本裡面，我把筆記類型做成了陣列，接着透過 tp.system.suggestor 讓它彈出一個選擇視窗，選擇好以後，就把這個選擇的內容填到 property 的某個欄位裡面。比如說，現在在最上面這一邊，在這邊有一個筆記類型 type 叫做專案筆記，如果要做修改的話，通常就會需要進來欄位裡面做輸入，因為這個欄位我常使用，因此我就透過了剛剛這個腳本，就是在一個筆記裡面寫好了一個腳本，然後在 template 的設定裡面把它給注冊成熱鍵，接着在熱鍵的設定裡面呢綁定一個 hotkey， 那到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熱鍵來讓 template 彈出一個對話窗。比如說我設定的熱鍵是 Alt T， 我按下 Alt T 以後，它就會彈出這一個選單，接着選好內容，可以看到這個 type 就被改變成是閱讀筆記了。所以透過這個方法，可以把自己常用的一些 property 就可以很方便的來做選擇跟輸入了。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5個 properties 的外掛，希望對於有在使用 property 的朋友們能夠帶來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技巧對於你在操作上有幫助的話，請各位多加訂閱、按讚、分享，也可以考慮看看是不是用超級感謝來對本人做一些支持。以上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